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韵晨好，各位朋友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看到最新的伊朗战报，伊朗是持续锁定美军的后勤部队吗？来看到伊朗发动了真实承诺4第84轮的行动，而这一波打击呢，他们锁定了沙国境内的美军基地。这个基地啊，号称是敌方空中加油机还有空中支援力量的一个驻扎点，敌方的数架宽体以及重型加油机与支援飞机呢，会被彻底的摧毁，或者是遭到严重的毁损。好，那现在不仅仅是这个沙国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的飞弹呢也直击到了很多的其他基地，包括了美军呢有10人受伤，还有多架的空中加油机通通都受损了。那么这就是对沙国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发动的袭击，而这个基地呢已经是第2次的遭到了伊朗袭击。好了，除了锁定他们的加油机的这些机棚之外呢，就连这个美国的 FBI 局长的电邮也被伊朗的骇客给入侵了吗？来看到啊，与伊朗有关的骇客表示，他们骇入了美国 FBI 局长的私人电子邮件的收件夹，而且啊，他还把局长照片还有其他的文件就公布在网络上面哦，包括他抽雪茄的照片呐、私人的文件呐、通通都被公布了。那么现在 FBI 也证实了，确实局长的电邮遭到骇客入侵了。好，那除此之外呢，美国跟以色列也是不断的在攻击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啊，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爆炸。美以空袭之后呢，德黑兰发生了很多的爆炸，然后也可以看到呢，浓烟相当的密布。好，这种爆炸的画面呢，一直在德黑兰重复的上演。好，那除此之外啊，他们也去攻击伊朗的核子设施。好，伊朗遭到空袭的目标啊，包括了阿拉克核设施内的重水严重反应炉，还有雅兹德省的一座核能原料工厂，以及伊朗2座规模最大的钢铁厂。那么对此啊，德黑兰当然也是要进行报复的，所以他们就说呢，我们会向邻国波斯湾邻国去发射大量的无人机以及飞弹，好，造成了科威特的2处港口都受损了。那么杜哈呢也响起了飞弹警报，而伊朗的外长也说了，说伊朗啊将会让以色列为自身的罪行付出沉重代价，将会对以色列境内以及整个波斯湾地区的钢铁厂来展开报复。但是打到现在来可以看到伊朗到底什么时候弹药才会耗尽呢？其实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伊朗是使用这种地下飞弹隧道城，它已经被轰了4周哦，结果还是完好如初。这是 CNN 最新的卫星，还有以色列智库情报的分析显示啊，伊朗的地下飞弹隧道城市大致上还是完好的耶。这个里面呢是有铁路系统，能够把弹道飞弹运送至防爆门出口，来抵御美以的空袭。而且这样子的山体防护呢，它超越了这个钻地弹的12倍。好，那路透社也报道了，说现在美方呢就只能够确定什么？确定只摧毁伊朗庞大导弹库中的1/3而已。哦，虽然伊朗的导弹呢很多都已经遭到摧毁或者是无法使用，但是他们还是有相当多数量的导弹库存。一旦战事停止的时候，他们或许还能够去回收一些被掩埋或者是损坏的导弹。哦，那就导致于他们的导弹根本就用不完了嘛。那国际专家也说了，说川普政府可能已经夸大了空袭对伊朗军力的削弱程度，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是伊朗的导弹不但还有很多，结果美国自己的快要用完了。好，美军是狂射战斧飞弹轰伊朗，结果现在恐怕见底了，因为他们已经发射超过850枚战斧巡弋飞弹了。这个消耗速度之快，引发了五角大厦的部分官员忧心，促使内部展开讨论，研议要怎么样去增加可用的数量。还说呢，如果中东地区剩余的战斧飞弹数量已经低到令人警惕了，不采取措施的话呢，很快就会弹药耗尽。
所以现在怎么办呢？美国的战争部就打算要迅速的积极打造自有武库，赋予产业界能够投资生产线，来为作战人员建立一个决定性且能持续的优势。所以就是民主兵工厂又要再现了吗？好，但是呢，这样子打下去，耗费的不仅仅是子弹而已美军的战备耗损呢，已经高达了29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显示呢，美国跟以色列开始对伊朗境内数千个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头3周的军损还有补充费呢，竟然是高达了14到29亿美元，所以不仅仅是子弹，连银弹都要不够了。我们来请教一下杨永明教授。现在美国跟伊朗虽然是说到4月6号，4月6号是美国时间，也就是4月7号的早上8点，这是川普所设定的最后时间。他先从48小时延长到5天，又加了10天，所以4月6号。但是现在双方根本还没有坐下来谈，那都透过第三国。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看到，不管是美国跟以色列，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所以以色列持续的还是对伊朗做轰炸，从德黑兰炸到核子设施。那伊朗这边呢，也持续的还击，而且看起来在还击的力道上跟程度上越来越精准，而造成的损害越来越严重。因为以色列跟美国这边相对的，从雷达到拦截飞弹越来越见底，同时它的飞机进入到伊朗的轰炸也快速的减少。可是现在看起来双方在玩一个叫做胆小鬼游戏，也就是两个车子相撞，看谁先退让。但问题是，一个是破烂的古董车另外一个是超跑你觉得谁会先退让？所以伊朗这边采取的就是以牙还牙，完全报复。他就在考验美国跟以色列，你能够承受到多少被毁灭的意愿跟能力。那美国跟以色列这边呢，现在其实也是一种，它叫做战争边缘、毁灭威胁。也就是说，它还是持续去轰炸你，那看看你成全政府的支持度会不会被削弱。所以呢，你就不得不到谈判桌来谈。目前美国提的15项的要求，伊朗回应的5项要求，根本在不同维度。虽然其实有一些是可以去有谈到交叠的地方，比如说伊朗的核武问题，其实这个伊朗一直就是在犹豫，但是现在我们不确定神权政府在战后对于伊朗的核武是采取怎么样的态度。因为他发现到我跟你完全没有信用的美国的中东特使跟就是川普的女婿谈到最后都愿意完全让出他的440公斤60%的浓缩铀，结果呢，第二天你轰炸我伊朗，造成哈梅尼的死亡。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他会不会认为核武还是最后自保的武器？那可是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大概这个谈判是绝对就不可能了。因为除了核武之外，荷姆兹海峡或者是其他的停战的这个条件，我觉得都还可以谈。但关键，美国跟以色列就绝对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而伊朗会在这个态度上退让吗？所以现在双方就持续的在做这种轰炸。我看到一个最新的讯息是，伊朗在今天在哈尔克岛上面有一小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大概不到10人，从可能是科威特或者沙特阿拉伯的海岸，在昨天晚上进入到哈尔克岛做先锋的，可能是一些侦测，然后呢被伊朗的军队给包围，两军交战，结果美军投降。两段视频加起来9分钟，全部都是波斯语，但是当中后面有美国海军陆战队，至少他们的穿着是如此的一个说法，但这是伊朗官方的媒体已经说的，所以显现出，如果这个是真的话，美国其实已经在准备可能的登岛这个策略，而这个登岛策略如果一旦展开，那这个岛上的油设施如果被炸，伊朗一定同等的对整个海湾国家的油设施会去做轰炸。那个时候荷姆兹海峡已经不重要，为什么？油都设施没了，没办法出油了，
那会造成全球的大的灾难。这就是美国跟西方啊，愿不愿意在这样子的一个后果持续的跟伊朗继续的打下去的问题。好，而且现在伊朗也是锁定哪里？锁定美国的加油机，这会不会导致美军的这个制空优势都没了呢？我们请教舰长。美军的加油机是它的制空的优势之一。那但是呢，它还有其他的部分呢，也就是它的陆战是不是准备要开始？我们昨天在5点到6点的节目，我们特别分析啊，也就是可能的进攻路线，第一个也就是从哈尔克岛。那刚刚杨老师已经讲到说，已经出现了斥候了，意思就是这个斥候呢，它就是来看看地雷的状况，因为那个是卫星看不到的。然后另外呢，也就是从霍姆兹海峡这边进来。可是无论你从哪里进来啊，那你都要能够面对这样的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土面积以及这么复杂的一个地形。那至于说有关于飞弹地下层的部分，我们当然之前也看了很多啊。那但是呢，我们现在来看更多的，而且更清楚的。什么叫做更多跟更清楚的呢？也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上面看到的也就是他们的直接的这一种阿马德的这种飞弹啊，可以打1700到2000公里，竟然这上面已经写了阿联酋啊，意思也就是他们之前也就是把阿联酋当做一个目标来攻击。那他们先用这种推的载车，然后把它推到部位来之后，然后使用吊车把它吊起之后呢，然后再把它起诉。起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它起诉之后，它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个发射架让它起诉。起诉之后接上集缆，这个就是飞弹发射前你要订入很多的资料，都从集缆这边，就是肚脐的脐啊，那个集缆订入这边。所以我们来看到啊，这个地下层的部分，也就是它的高度不像我们以前所看到的，它的高度比较低，它只是做储藏。现在它可以运到这一个发射的位置之后，将它起诉。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啊，大家都觉得现在这个伊朗它的反击的力道不如以往，的确，那它的力道呢，我们可以从现在这边来看来啊，也就是它的这一个数量。那如果说我们看到红色这个部分，的确是越来越少。那但是蓝色的部分呢，也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对于伊朗的攻击，其实一直维持在一个水准。那对于现在伊朗的打击的状况呢，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除了刚刚讲到的有关于核设施之外，其实他还打了更多的有关于它的能源以及它的军事设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德黑兰根本就是密密麻麻一片啊，也就是被打的其实非常的惨。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伊朗的国土很大，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使用了这个战斧巡弋飞弹，而且是最新型的战斧巡弋飞弹，也就是黑色的这个外装，这个黑色的涂装其实是一种逆中涂装。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也就是它打出来的这一个我们讲到这个战斧巡弋飞弹数量是以前美国在中东任何一场战争里面最多的部分，那它打到了850枚，但是我们看到明年可以补充的也只有130枚而已。那所以也就是说，现在为什么大家会说美国的库存越来越低的原因就在这里。而且现在伊朗不止进行军事打击在资讯战上面也是，竟然伊朗的骇客可以入侵 FBI 局长的电邮吗？我们来请教彬哥。对，我觉得这个新闻很有趣哦。他入侵了 FBI 局长的私人邮件信箱，那他的电脑还安全吗？他的电脑里头的资料还安全吗？那这个局长，这到底是他私人电脑被入侵，还是他的办公电脑被入侵？我觉得这恐怕都必须要去查。如果他的私人电脑，他的私人电脑里头有没有公务机密？那如果是他办公室的电脑，那事情更大条，是不是整个 FBI 全部都被入侵了？这个问题都很大，所以这个美国恐怕要尽快去查。可是呢，他现在要公布这张照片，正常来说，如果他有拿到高度机密的话，他不应该公布这张照片。为什么？因为他不要让你知道他已经破解你了。
可是他有公布这张照片，到底什么意思呢？是代表他实际上没有抓到真正有用的资讯，还是这个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不知道，反正美国人自己要去警惕。那现在问题就是，伊朗被炸得很惨，没有错。每隔几天，你就会看到川普又宣称他胜利。可是每天胜利也不好玩吧？你每天胜利之后，人家还是继续跟你打。这个宣称已经变得一片废墟了，已经全部都笼罩在地狱战火里头的伊朗，到现在每天还是对你射飞弹、射无人机，那到底怎么回事呢？你自己还说溜嘴，说我们已经光是这个林肯号战斗群来下101枚对我们来袭的这个飞弹，那就表示你们的舰队一直遭受攻击啊，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不见得是件好事啊。那现在问题最大的就是在于，第一个，你就算明知道伊朗在那边有地下的这些军武库，可是你打不到他，你的 GBU 武器对他莫可奈何。那在这种情况下，几乎等于说你不派地面部队进去，你就没有办法消灭他，他就能够持续对你产生反击。甚至你认为下面只是军武库吗？我觉得恐怕连生产线都在里头。所以他能够源源不绝的不断的生产新的飞弹出来。不然照理来说，假设真的他们所说的，他已经打掉了这个伊朗军武的1/3，那伊朗之前我们统计啊，他到上个礼拜就已经发射了1400枚飞弹。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本来估计伊朗的飞弹储存量是2000枚嘛，那他应该打完了，你又毁掉他1/3，他又射了1400枚，不就没了吗？可是他现在还是源源不绝有飞弹跟无人机出来。所以表示它恐怕不是只有储存哦，它恐怕还可以生产。那如果还可以生产的话，请问一下，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跟你打到天荒地老，它给你耗上半年、1年都有可能呢。所以这局面怎么解决呢？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自己大概也要面临匮乏，因为美国的我们早就说过了，美国跟以色列的高科技武器的弹药是有限，而且它的生产线是不可能无限制扩大。因为现在美国说啊，我们要来一个什么自由武库，要鼓励企业投入。我就问你一件事：美国是预计未来10年每年都要打这种规模的大仗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是企业，我现在听你的话，我投入生产了，然后等到这个战争结束，你不需要我怎么办？卖台湾呢？台湾有这么大的需求吗？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美国的生产线，军武生产线为什么会萎缩到这么小？就是因为世界长期成平嘛，没有战争嘛。除非美国或是企业预估未来战争要每年都这样打下去，不然的话，没有厂商会做这种傻事的。好，很明显，美国的飞弹是换不来伊朗的屈服，反倒是掏空了自己可能未来印太战略的本钱。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伊朗战争打到现在没以不退，伊朗也跟你拼了，要打地面战是吧？好，现在伊朗传出呢，有100万的战力正整装待发，地面战恐怕一触即发。伊朗的军方消息人士说啊，随着伊朗当局日益担忧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发动地面战，德黑兰呢也已经动员超过100万名战斗人员投入战备了。如果你美国啊想要用自杀式或者是自我毁灭性的战术强行开放核武资，那么也准备好要对他们自杀式战略。准备好要让海峡维持关闭的状况，而且呢，伊朗的这个议长也说啊，你们美国呢，连自己在自己基地里的士兵都保护不了了，还说要把他们藏在酒店跟公园里。那么这种的情况之下，他们又怎么可能在我们的领土上保护得了这一些士兵呢？也就是说呢，你们地面战是不可能赢的。而这个时候呢，又传出川普他口了，地面战只是说说而已吗？好，来看到川普政府呢，私下向盟友释放讯号，说啊，目前呢并没有立即对伊朗发动地面入侵的计划。尽管五角大厦都已经部署了数千名精锐部队前往前线了，但是他们说啊，美方此举只是为了要制造战略模糊而已啦，确保总统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拥有最大的选择权。而且消息人士也说了，说相关的计划呢还有高度的变数。川普呢难以预测的性格呢，恐怕随时会改变心意，或者是突然间又下令攻击。那这些
部队呢，就主要任务就是包括协助撤侨啊，同时通过这种不确定的军事存在，让伊朗摸不清美方的真实意图。甚至啊，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很唱秋的说什么？说我们根本就不用派地面部队啊，说啊，我们预期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数周内而非数月就能够完成。华盛顿也不需要派出地面部队就能够达成所有目标哦。我们只是啊，要让总统掌握最大的选择空间，以及在情势变化的时候有调整策略的能力而已。而对于美军为什么要增派1万名的兵力呢？白宫也说了，说呢这个相关的公告呢都是由战争部去发布的。川普桌上始终握有所有的军事选项。那现在卢比欧也说了，说啊，其实他预计2周呢就能够完成目标了。但是伊朗现在是还没有正式回应终战提案的，但是至少释出了愿意对话的讯息。那么美方对伊朗的战争目标呢，预计在未来2周内就能完成哦。到时候啊，伊朗的实力就会大幅的削弱了。而白宫的特使则说什么呢？他说呢，本周美伊就会谈判哦。但是呢，以色列誓言将升级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回应德黑兰新一轮的攻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以色列，即便我们要谈了，以色列还是继续要打吗？那在这个时候呢，川普竟然是把气出在了盟友身上。他说什么呢？他不谅解北约竟然缺席支援美伊战争。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I think a tremendous mistake was when NATO just wasn't there. They just weren't there. It's going to make a lot of money for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we spend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 year on NATO, hundreds of protecting them. And we would have always been there for them. But now, based on their actions, I guess we don't have to be, do we? Mr. President, that sounds like a breaking story, yes, sir. 好，川普真的是有点生气哦，现在还呛什么呢？他呛这个英国的航舰是玩具。他说什么呢？他说啊，在以色列跟美国联手攻击伊朗近1个月后，英国支援的速度过慢了。3周前，英国还说啊，我们会派航空母舰。顺便说一句啊，这个不是最好的航空母舰啦，跟我们的比起来啊，他派的只是玩具。很奇怪啊，他之前在恼羞成怒的时候才说我们美国是最强的，我们不需要北约，结果很明显的现在还在生气啊，还在这个抱怨说你们派的都是玩具。好，你这样子到底是要北约派什么来？是要派还是不派呢？好，我们来请教杨教授。川普设的4月7号早上8点台北时间是他谈判截止，而他说如果谈判没有达成，他就会对伊朗采取更大的攻击。那所以其实伊朗已经在做最坏的准备，万一谈判没有任何的结果，或者川普不高兴的话，战争可能会升级。其实战争在4月7号之前也有可能会再次的升级爆发升级，那就是以色列开始采取更大规模的特定的目标的轰炸，现在他已经不只是炸德黑兰，他已经开始第2次在炸核子设施。上一次他炸核子设施的时候，纳坦兹核子设施，伊朗回击2枚重型弹道飞弹打到以色列南部的核弹基地，距离只有13公里，造成100人死亡。以色列要再测试一下，你伊朗是不是还有能力做这样子的还击？所以我们看看伊朗接下来的还击能力，但是以色列如果接下来打到能源设施或者是更大的一个据点，那战争可能就会直接打起来。这有可能，内塔尼亚胡可能不愿意川普去跟伊朗谈任何的协议，他希望战争能够持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担心，最后以色列如果他自己的空防消失了，他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轰炸的时候，以色列会不会用核子武器？这不是我在讲，所有的西方，包含川普政府的一些官员都在担心。当然，这也都是认知战呐。所谓的100万民兵，也可能也是一种认知战。革命卫队，伊朗革命卫队大概有12万到15万人战前。那他的巴斯基民兵组织，也就在地方各省的民兵组织动员的哈，那维持地方秩序的，大概是60万到200万。所以经过这场战争之后，还能够动员多少，我们不确定，但我相信会有一定的数字。可是我能不能有100万？
那这是个问题。当然，关键就是会不会有地面战争。现在看起来哈，美国还没有决定，因为各个高层的官员，尤其是 Rubio 这么讲话的话，也就是美国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也不确定到触发什么东西会触发美国采取地面战争。因为一旦是地面战争，大概就是相互毁灭，而相互毁灭，伊朗这个破旧的烂车毁掉了，可是美国这边那个超跑也跟着毁了，也就是说，所有的波湾地区的一个油跟气的设施，以及以色列可能都会遭受到伊朗大规模的报复。那这个是不是美国跟以色列或者西方国家愿意去付的？那讲到北约，大家知道国家跟国家之间签这个盟约是为了求生存，是为了求安全，而不是求去送死啊。因为基本上是你跟我的力量相加来去吓阻可能的威胁，结果你自己去非法侵略攻打伊朗，然后要我去护航，那护航你在上面还在继续打飞弹，那我不就变成一个标靶了吗？所以这样子的护航，这样子的介入参与到对伊朗的战争，这不可能是北约国家会接受的。连日本这个高市早苗到了白宫，这怎么样去巴结川普？最后回到日本呢？我们不会派，都很清楚。所以这个事情如果一直到了4月6号、4月7号还是持续这样子，最后不了了之，没有协议，双方冷和，开始减少相互攻击的这种强度跟频率，又回到好像战前。当然，这种情况是会很脆弱。我觉得这一次的伊朗战争很可能会变成美国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也就是英国在1956年的时候，苏伊士运河事件时，英国失去了世界的霸权。伊朗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它的霸权地位衰弱？北约不听它了，东亚中国强起来了，中东它控制不了了，那它还到哪里去耀武扬威呢？古巴吗？好，川普说呢，不打地面战，但是呢，他一方面又说呢，地面战可能是他的选项之一。这到底是他口还是在虚张声势啊？我们请教监长。我们先看一下刚刚彬哥有特别讲到说啊，它的制造厂是不是都在山洞里？的确都在山洞里。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它，这个用手搓做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生产线。你看，它连焊接啊什么都是用手，它连这一个有关于组装什么，通通都是在山洞里面。那至于说呢，我们昨天所看到的，也就是白宫是怎么说的？白宫现在当然让大家觉得扑朔迷离，但是白宫讲的其实就是，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的话，也就是不谈判的话，那川普将会掀起腥风血雨。到底是什么样的腥风血雨啊？不论现在白宫到底做好决定了没，但是该上飞机的都上飞机了。例如说，我们看到82空降师，实际上来讲，他在周三，今天已经是周六了。他说周三他就已经部署到中东去了。那更不要讲说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一个31远征部队已经随着迪利波里号，现在应该也就是在阿拉伯海这个附近啊。那另外，他连预备队都派了，然后也就是我们看到全师号的2栖待命支队，那他是在3月。我们看到他在3月中旬的时候从圣地亚哥起航。那如果说我们看到以这一个它15节的速度来推的话，一般来讲这个是传统基金会的一个计算啊，也就是到达霍姆兹海峡这边需要27天，有没有觉得很准啊？就是谈判结束的那个最后期限，就是这个时间点。那更不要说，我们如果看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是怎么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有陆战队，有预备队，然后还有82空降师，现在还有说那个17000名的这个美军征兵呢，即将要那个开拔。那这个开拔真的够吗？那也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算来算去都不到10万啊，那都不到10万。可是我们来看看当年啊，这个美国无论这个美国去打这一个阿富汗，这个中间绿色的就是阿富汗，超过10万。那这个中间绿色的是是整个越南啊，
美军也超过10万，这2个地方你都打不下来，你要打一个蓝色更大区域的伊朗，你觉得可能吗？而且我觉得现在更矛盾的是什么？是伊朗一直说不要跟美方谈，然后美方好像却说，伊朗要跟我们谈了，而且数周内甚至这周内就可以谈了，到底是有没有接上线呢？我们请教彬哥。其实他们有在谈，但是是间接式的谈，也就是双方不是直接谈，而是透过巴基斯坦啊、土耳其啊这些用转化的方式，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川普每天在宣称我们谈判有重大进展。我们要停火，我们要怎么样，然后就双方再继续打，而且还打得更凶。最近伊朗对以色列进行更多的攻击，那以色列也对伊朗进行非常多的轰炸，所以这就出现这样一个很吊诡的状况。那美国现在很明显的在从各个地方调集兵力到中东去，那调集兵力的目的是什么？真的要打一场这个地面作战吗？我觉得川普是在摆一个姿态。就是我虽然不想打地面作战，但是我不一定不打哦，搞不好哪天我神经抽到我就打了，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他的目的最主要是要增加谈判的筹码，然后给伊朗施加压力，再告诉伊朗说我们是有可能这样做的。那伊朗当然他也知道川普是非常善变，所以呢他也赶快集结部队。可是呢你在集结部队的时候你也要小心了。因为你要集结部队，你部队是不是要调动你的军队啊、军官啊，是不是开始集中？搞不好这时候他又来再次斩首。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哦。所以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川普到底在做什么？目前还很难判断。一般来说，他应该不会想要打一场地面战。但是他会不会有可能，比如说一些比较接近边境的，可是对他却有重大威胁的一些地下的碉堡，或是弹药库，或是核设施，他会不会派部队用激将的方式冲进去，然后去破坏这些设施？这也不是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目前就是双方都还在叫板，然后互相给对方施压的一个状态。那当然最不乐见谈判停下来是谁？当然就是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就是不断的攻击再攻击。他要想尽办法让这场战争不会停止。那所以现在就是看到底到最后是纳坦雅胡赢了，还是川普成功脱身了。我觉得这就是整个东西的重点。那可是呢，川普现在在抱怨说北约都不来保护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他们？是你在打别人，又不是别人打你。北约的规定是，如果所有的成员国如果有其中有一个受到攻击，其他国家都要出兵保护他。可是现在是你打人家，这刚好相反吧？所以你凭什么要求人家？然后再来啦，虽然他瞧不起英国的航空母舰，英国航空母舰确实整体战力也不如美国的航空母舰，可是呢，它有一些英国航空母舰，比如说它分离式的舰岛设计，还有很多其他一些先进的设计，其实是美国比较追不上的。所以我觉得川普也不要太小看英国人。好，川普要派10000人，结果伊朗有100万人，而且现在呢，就连胡塞组织可能也要参战了。我们下一节继续聊这个话题。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帅化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浅秋，各位观众大家好。伊朗真的证明一件事情哦，它不是塑胶壶的，马是抓狗所以它的目前整个战事到了今天1个月了哦。而且非常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说，伊朗是接着更多的攻击持续进行当中，而且越来越精准，目标越来越明确。先前帅化明将军就说，对于他攻击一些美军在中东基地的加油机这件事情，他非常关注，他认为是很有战略的。果然，27号《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继续攻击，多名美国跟阿拉伯国家的官员表示呢，伊朗对沙烏地阿拉伯的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再度发动攻击，这已经是第2次了。而这攻击当中呢，已经严重的造成了12名美军受伤，2人伤势严重，2架 KC-135的空中加油机损毁。很重要的关键看起来，它就是要打加油机啊。那要让这个美军的防空网之外，这些飞机的加油系统出了问题。而美军呢，在伊朗的无人机跟飞弹的袭击当中，
目前累积加起来数字，由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统计，已经超过了300人伤亡哦。这几周以来，伤亡人数呢不断的增加1倍以上，也就是说，已经到了战争第4周了。结果想不到，伤亡人数比之前还要高，这代表着其中13名是美军士兵是阵亡的，代表着冲突已经从有限的接触，现在已经到了持续的军事对抗。尤其伊朗说，杜拜这里继续被攻击，有一家饭店是被自杀无人机攻击，目标就是美国有一些军官或有些人是住在这里的，所以连酒店都被攻击，或者是停泊在科威特的6艘美国登陆舰也被攻击哦，还3艘被攻击到沉没了。那其他的3艘呢，也受到了严重的受损。声明说，袭击使用了射程是1000公里的导弹。哇！伊朗的战力是不是超乎美国的想象？至少一定超乎川普的想象，因为彻底消灭伊朗无人机飞弹袭击科威岛，这个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直喊出来啊，马上就会办到的。我一定要把你们全部遍地开花，炸到包括钻地弹5000公尺去钻。结果到目前为止，伊朗继续还可以向阿联酋发射巡航飞弹、弹道飞弹，打了一个工业区，这个里头。造成的伤亡呢，有5个人受伤了哦，但是工业区被受损跟很多的相关的产业链的供应有关。显然，它每一个出击都是很精准，而且重点是没有停。毕竟呢，美国还有这个川普今天又扬言，我还有3500个目标哦，还要打啦，还没有打完啊！而且布希号航母已经到波斯湾去了哦。布希号航母呢，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呢，涵盖中东，是替换已经在当地参与对伊朗作战2艘的美国航母吗？又进到这是过去伊拉克战争曾经去的这个战舰，现在又回到了中东的泥淖里头。但是川普很骄傲说，我们击落伊朗所有的飞弹了，真的吗？ And you have to say there's nothing like these Patriots. You know, we had an attack of 101 a few days ago. 101 missiles shot at a very valuable thing that we had floating on the water, namely an aircraft carrier, biggest in the world. And they were shot, 101, going 2,500 miles an hour. And out of the 101 missiles shot, 101 missiles were shot down and spread out all over the sea. Pretty amazing. 现场响起的掌声。当川普吹嘘有101个导弹通通被击落下来的时候，其他美军基地还有其他的美军的军官正在受伤或被攻击当中，持续在攻击啊。所以伊朗的飞弹到底还有多少啊？怎么停不下来？那么美国的官员承认，现在看起来，恐怕只有1/3的部分被摧毁了，跟川普讲全部都被炸光了，显然是不同的。而且他们为什么还可以持续维持这样的攻击能力，停不下来？现在的是已经是叫做第84波的真实的攻击行动。某种程度上显示呢，美方是不是夸大了行动成效？还有一个关键是来自于 CNN 最新的卫星报道啊，为什么军事基地都被炸到成为黄泥一片了？为什么 CNN 却说，在以色列的智库情报分析显示，伊朗原来就是这个地下飞弹的隧道城市大致完好，这个地太深了，在地下的基地大概有500公尺以上，里头还有铁路，还可以运输，所以呢，所有铁道可以把弹道飞弹做好之后，从防爆门出口。虽然最近3个礼拜，尤其是最近1个礼拜，看到了很多攻击是针对这个地面出口入口的密集攻击，可是显然是没有用，所以穿不破，钻地飞弹也没有用。这个所谓的地质本身成为伊朗最坚实的防线。美国恐怕弹药就没有那么充分了，4周发射了850枚的战斧飞弹。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个1个月时间就把2年能够生产出来的飞弹数量用完了。而且美国国防部现在正在讨论，从今年开始要将战斧飞弹从年产400到600枚提升到年产1000枚，才能够赶上军事行动的消耗。这当中不只是钱，不只是人，更还有后续到底战力是不是受到影响的问题。将军在帮我们很多精准的分析伊朗的战事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伊朗战略性的高度，跟不是轻易可以被摧毁的特色。我很少去看那个炸毁一架飞机啊，炸毁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小战果。我观察很久，我在2个礼拜以前我就发现，我们观察是看什么？
你的强势是什么？你的短板是什么？你怎么运用你手上的东西发挥最大的效果？你目标怎么选择？先打什么，后打什么？这里面就还能看得出伊朗军队的战略思考非常好。刚开始的时候，他用大量的无人机叫蜂群，再加上超音速飞弹，他目标是什么？把你的雷达给你打消。第一个，先把预警雷达打掉，长程预警就你预警时间短。第二个，把萨德的雷达打掉了，把萨德的飞弹消耗掉了。最后，爱国者也消耗了，后面就开始打什么？打基地。打基地目标选择也很有学问。港口是你美军补给弹药库的主要的装卸地，打港口，打人家的油库，打人家的油轮，打人家的加油机，这什么意思？你以色列飞来炸伊朗的这个目标，你的油不够。美国林肯号航母退到1000公里以外，他要来炸伊朗，他也要有空中加油机。所以后来你看了，加油机开始被打，对不对？那最近突然说，哎，每个基地伤亡率增高了，为什么增高？因为你的防空网破了，既没有长程预警，也没有中高，这个萨德是中高空的预警雷达跟这个拦截飞弹。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他现在打什么？低空的哨兵雷达，哨兵雷达只能提供几秒钟的预警，但是也把你打掉。下面就开始打你的飞机，打你的塔台，打你飞机场的弹药库，打你的油料库。他还选择美国几个后勤节点，譬如说零副料件，哎，飞机每天飞完回来都要做体检的，那很多零件是时间到了就要换。当这个东西零副料件缺的时候，飞机的出勤率就低了，安全性也低了。所以你看到现在战果在扩充，为什么扩充？前面所选择的目标就达到美国现在弹药缺、油料缺、加油机缺、零副料件缺，那你伤亡怎么会不增加？最妙的是伊朗发现，美国的什么莫萨德的美国的情报人员都喜欢住在饭店嘛，他们只要做情报电脑上作业就可以了。还有美国有些基地里面说，除了必要的操作人员，你就离开基地里面的伤亡。这些美军哪里会去住的民舍？他住的都是饭店嘛。所以伊朗也很坏，你哪个饭店收纳美国人，我就炸你的饭店。你要是饭店经理，你还敢说美国军人来了要开房间，会给你开吗？所以这里面还显了一个特色：民主国家打仗，军方做了很多指挥的这个决定啊，还要报给政治人物，还开会，还商量。但伊朗这次看，显然都是军头在那里做反应。你美国讲什么话，我就反映你什么。你打我的核设施，我就打伊朗的核设，打以色列的核设施。就是说，巴掌来的巴掌就回去了。这个就显示不是文人政府能干的事哦。文人政府要，哎呀，外交上有没有顾虑啊？国际上有没有反应啊？想想再说嘛。会谁？军人没有这样，他把他作战有利的目标清清楚楚，先打什么，后打什么，最后打什么。现在看出来，弹药库，人家不是挖一个碉堡，是整条隧道在500公尺以下，那个飞弹都起码3-4米高啊，那没有铁路它怎么运啊？对不对？500公尺，你那个钻地炸弹只达60英尺，你要炸多少发也炸不到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好，我讲过，这个战争刚开始是消耗战，大家看懂了。后来消耗战里面就比库存，谁的库存多？美国的库存要靠美国本土运到那边，运到战场上，运到以色列，打完运补就慢。伊朗的什么东西？地下，连飞弹制造、核子制造武器全部在地下，他一边打还一边生产。你说比库存谁厉？现在比什么？比打到资源了，把海湾国家所有都炸了。你们去为虎作伥去当帮凶，你们小心了。第三个，你看打海湾国家里面又有轻重的，为什么打这个阿联酋？因为阿联酋就在霍布斯海峡的对岸，而且美国是用阿联酋基地最多，美军基地最多，所以他打得最凶。因为美军将来说陆战的时候，也要靠阿联酋做支撑点，他的目标是选那个霍布斯海峡最尖端的那个大岛。这个大岛可能川普不是号称
我的2栖登陆舰要去了，航母要去了，那就是夺那个岛。他不会得400公里深入的那个岛，不可能，那个岛夺下来也是活不了。他会打这个，这个因为有阿联酋做支援，这边陆战队上去，所以美国也知道，你荷尔木兹海峡里面很可怕的是海军无人艇、7人小组的潜艇、水雷，对不对？他先把伊朗的海军司令炸了。好，你炸我海军司令，我就打 Diego Garcia 那个岛，那个岛在4000公里、3800公里外，那个岛是英国的基地。他打这个是什么？不一定是打岛，他是打一个展示，展示吓谁啊？你伦敦啊、巴黎啦、都在我射程之内，你不要把老子惹的，我进了全世界的油，你们要想去帮美国的话，我就炸你的观光据点，让你观光生意都没得做。所以你看他每一个动作，不在乎是不是炸到，但是战略的意涵威胁就出去了，所以他很了不起。我觉得伊朗打得非常聪明。当川普讲我限时48小时要进行，你要妥协，然后后来又变我们再延后5天好了，然后5天之后我们再延后好了，暂时不打核能设施，然后他随时就开打。可是呢，你看看伊朗他的措施，双方其实还在谈和谈的情况当中，照样轰，照样炸，互相都没有再客气的。我想伊朗已经学会一个功课，就是不要相信川普的任何谈话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呢，川普这个个性，他如果不改的话，会很麻烦啊。第一个就是说，他什么东西都要用最高级来形容啊。我们已经把他们全面打败了。他一定要用最高级，所有你看过去的他上次讲过一句话，你知道，在竞选的时候，他说我们赢了，我们一路会赢了太多，他说你们会觉得赢了好烦哦。他这个多到烦是吗？他说you're going to be tired of winning，他喜欢做这种吹牛嘛，所以他在政治，在国内政治也是这么讲，在国际政治也是这么讲。你看他每次都用 obliterate， 就是把人家已经完全炸完了，没有了，再也没有了。结果忽然这边还是有那么多，那你每一次讲这个话，后面又有这么多出来的时候，你不是就是不断自己在就是矛盾嘛，自我矛盾太多次了啊！包括要这个目标，你看他现在又说还有3000多个目标，那你到底有多少个目标啊？你干脆跟我们讲实话，你到底有多少目标你要打掉？那现在我们打到多少，而不是水嘴他在那边讲编故事。我觉得川普这个编故事是一个最大的麻烦啊！包括他在这个我们讲说伊朗他也认为说这个已经没有还手的能力了。然后呢，又说可是他们还有一些东西会攻击到我们，那你就不要讲这么强烈的话。那我觉得伊朗这一次就是说大概也学会了一个功课，就是我跟川普去应付，然后呢，川普跟美国这政府完全。我从这次战争看出来，就是你川普靠你这个叫做什么？我们常常讲说，都是这个同样的一些这个想法的人在你的周边，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你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你们自以为是，自以为这些事所做的决定都是对的。其实伊朗的准备有这么久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那我倒是认为说，如果今天台湾要是真的想要跟对岸要有一些军事，人家是准备20-30年在做我们到底有什么准备？我们也是用嘴巴在准备人家伊朗到最后就说，给你看看，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一个威胁，那我的准备是这么长，而且是可长可久跟你打那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伊朗还有这么多的这个。ammunition 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弹药可以用，但是无论如何，它事实上就发生了嘛。你一直以为它会打完，但它好像无人机还有，一直都还有。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美国要去检讨。我在战事一开始的时候访问的专家，大部分都预测战争大概了不起3个礼拜、4个礼拜这样比较多，会认为它可以长期持续战下去的算是少数。那现在显然伊朗。就是证明了川普讲说已经被轰炸光了，实力被解除武装了，他没有办到。伊朗继续在回应。
那是因为今年来长期间，我们认为西方的媒体、西方认知战认为美国泱泱大国军事实力雄大无比，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的国防军事开支是第2名到第10名加总，他当第1名，超过。不过他做的东西是换钱，他卖给别的国家，他自己有预留最好的，但是数量是有限。在制造业空洞化的 nowadays 的现在的美国，我跟你讲啊，他后勤补助绝对会很难。泱泱大国当然该赢啊，他不是打不赢，他消耗不起嘛。你刚刚讲到的，你今天去打到101颗，你防101颗怎么样呢？战斧巡弋飞弹1颗100万到360万，我就平均值200多万，人家一个无人机是2万，或者人家飞弹不会比你贵，你今天消耗战，你打到最后你的消耗战绝对打不起。我先讲一下哈，这比拟这两边。我觉得这次战争呢，你说打3个月还是4个礼拜，你自己想想看，那个川普用什么玩法？他玩他做生意玩法，玩阴的。他动不动你看谈和谈的时候突袭，然后呢动不动喊很大声，说喊大的，后面很小，牌很小，用骗局，最后呢声东然后击西，全部是阴的。各位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将军讲到嘛，伊朗哦，我们仔细看哦，他是那我们讲川普就是粗暴很无序嘛，他是很细腻有序。是，我觉得真是智慧打法。我跟你讲，他是因为预警到川普这个人，尤其以色列一定会打我们，尤其他只要有川普撑腰，绝对会一直打下去。因为他们要的东西我们知道，所以我们要预做准备。因此呢，他预留了实力，包括我们之前讲的地鼠理论。今天他的防的攻略就是，你一直打我就再做，一个标岛里面，听说一天可以再做400个无人机，我让你打不完。你就永远消耗下去。好，地鼠人还有马拉松理论啊，我由小放大，循序渐进。你打我先用小再大的，这个是智慧，是有序。所以呢，这个美国再派船只再怎么样出去，完全会出乎川普包括我们的想象，也就是意外或你刚刚讲的超过他想象。第一个，我一下就打倒你了，怎么打这么越打越久？第二个，你一定会投降，我随便吓你，我要地狱式攻击，你吓死了吧？完全不怕，反击到底。他的攻的策略就是反击到底。以牙还牙，最后呢，他说你和睦采样，你封不了的，没有想到封的扎扎实实，锁喉。第四，我那么多的盟友，我叫盟友出兵你就完了，没有人愿意完全支持，连国际中都对他很意外了。奇怪，你怎么空有其表，怎么打起仗来还要人家帮忙？你不是美国吗？攻不了，好，你防呢？你动不动人家打4颗，你防了第5颗，你还是被击破。你挡了101，他没有讲他第102颗可能打进去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重点。最后怎么会美国需要绕到一直需要盟友帮忙，盟友先不帮，他就只好这边打这边打，又喊出这个地面战。他地面战跟只打20平方公里的哈尔克岛，那不是很好笑吗？你知道士林有62平方公里，是光士林就是哈尔克岛3倍大。你集结那么多兵力，是要封锁他的人员的这个命脉。我都不懂这一次的不对称战争啊，到底是谁对谁不对称？我刚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一开始想不对啊，不是川普昨天才说暂时会暂停攻打能源设施吗？啊，怎么又打了？这个是来自于近期被形容叫做最大规模的攻击，美国以色列轰炸德黑兰，伊朗有钢铁厂、发电厂，因为大家都知道哦，钢铁是这个伊朗除了能源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出口跟物资，所以凌晨美国联手以色列继续打德黑兰的时候，打什么地方？打钢铁厂2座，一座发电厂，还有民用核电厂，跟伊朗的科技大学也被袭击。这个所谓的电厂哦，是核电厂，已经第3次被攻击了。那川普昨天不是刚说我们推迟，我们现在暂时不可以再打这能源措施吗？我们暂停攻势吗？结果他马上就又打了。这个说话不算话，几乎是一个常态。而在伊朗的核武发展拥有重要地位的伊朗科技大学，这个时候打的目的当然也很清楚，就为了要把这核武发展有可能的影响通通给摧毁。现在校园已经变成废墟了。还有伊朗的3大钢铁厂莫巴拉克、伊斯法罕还有胡奇斯坦，分别同时被打击。这些工厂呢，是伊朗除了石油以外最重要的70%的钢铁产的主要的支柱。那么显然呢，这个伊朗这一次外长斥责说，以色列的空袭民用设施能源的民用设施，被认为他说是罪行沉重，要付出代价。而且现在不是正在考虑和谈吗？川普所提出来的条件，我们不是在讨论吗？你就又炸了，那他们又如何信任接下来的谈判条件？他们甚至还没有正式回应川普所提出来的条件呢。所以伊朗，我们刚刚前一段还在讲说是第84轮的打击，结果马上他又宣布，现在已经是到了第85轮了，进展之快。真实承诺的85轮攻击继续实施，那么延续的所谓的饱和
合攻击无人机，进行哪些地方呢？24小时之内对以色列发过了超过10轮的导弹攻击，打到以色列中部莫迪的军事驻地以及阿什杜德的储油设施。你打我能源设施是不是？我也打你储油设施。所以伊朗这一波的飞弹袭击以色列南部跟中部也一样，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那其中造成了1人的死亡，多人受伤。这个是发生在27号的深夜，以色列南部、中部发射飞弹，看到都是几束飞弹一束一束的下来。28号凌晨，在以色列的南部上空拦截的第3轮的伊朗飞弹。不过呢，这个画面又是来自于前几天被打的这个以色列发布的阿拉德市这个被伊朗导弹袭击后的惨状，还特别在这里插上了以色列的国旗，那么代表着非常的悲愤这么被轰炸的这么糟糕啊！可想要博得同情，大家在想，只有你以色列被攻击吗？伊朗现在几乎是寸草不生，被攻击的不是更严峻吗？所以当伊朗的无人机继续有一个群队，不是这个单架1架2架而已，机群继续的要去攻击，包括以色列最大的运输中心，这个是无人机基地针对基地来做轰炸的，多点的开战。最新发展是说，连也门也第一次正式参战了吗？以色列称受到了也门胡塞组织第1枚的飞弹攻击，这是战争以来第一次从这个方向受到攻击。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说，我们重申，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随时准备采取直接军事干预的行动。整个战事完全没有降温的意思。川普讲的15点协议啊，给你们条件，你们再不赶快考虑的话，你们要付出代价。显然对方没有要停手，就算你偷袭、偷打也一样。而黎巴嫩呢？黎巴嫩的这个塔尼河上面有关键桥梁，现在变成被形容叫做入侵计划的目标吗？因为这4座桥就被袭击跟摧毁了。那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一摧毁当然造成的就是在这里头的人们是无法离开，也无法取得物资，包括黎巴嫩这周边都在战争的泥淖里头。将军，打黎巴嫩呢，目标是什么？把黎巴嫩再往南推，因为以色列强占戈兰海的高地就在黎巴嫩接界，他怕将来因为这个戈兰海会吸引以色列要驻重兵，怕黎巴嫩过来。现在我们把双方态势整一整以色列是不把你伊朗打垮，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他认为所有的威胁都来自于伊朗，因为伊朗还资助胡塞了，资助这个叙利亚了、伊拉克了，这个黎巴嫩呢，对他始终是一个睡不着觉的一个威胁，他非要把你置于死地。所以什么能源打不打根本不在乎，就打。伊朗呢也是，你以色列就是我的世仇，我非跟你干到底不可。我牺牲这么多，我不捞回来，我不甘心的。所以胡塞组织为什么会发生一个变化？胡塞前一阵子跟美国达成协约，就是不要动安曼海峡、曼达海峡，所以他停火了一阵。那现在伊朗已经说发起总攻了，他也宣布要打，这就是交战双方都有让对方必死的决心，所以拉偏架的美国就很难拉，因为川普是急在中美会议之前拿到调停的功劳，现在伊朗不听你的，以色列也不大听你的。上次炸油田的事情就让美国跟以色列很不爽，现在已经牵到整个波斯湾海湾国家的油通通出问题了。美国要负到什么？全世界的战犯，你把全世界的能源危机给弄起来了，所以川普每次讲话就是他越来越像莫迪式的胜利。你看，100多颗飞弹都被我拦下来，他什么事都夸大其词。但是这件事，他真是面临他空前的危机。五天一定要停火，就是最后通牒无效，再延后一下10天又要延到4周，要延到什么3月底4月底，所以这个东西川普现在真的很没面子，国内支持他的越来越低，连他的基本盘 MAGA 是当时说我支持你是因为你讲过美国不参加战争，让我们的经济复苏。今天你这种搞法，全世界的关税战造成美国将来通货膨胀迟早就要涨上来，再加上能源危机，通货膨胀会更高。性丑闻，
这个能源危机、美债、美国国防经费，都是每个关都很难过。所以现在你看川普讲这些很不合理的话，是一个焦躁下面的一个状况，他非常不知道如何善这个后。为什么早就讲了陆战队要去夺岛，空降师要去夺岛，到现在迟迟不动，到当地喽没有行动，因为他知道斗上去，因为美国参谋本部再三跟你讲，你只要发动地面战争就是没完没了的，而且你会死伤会很多的。那川普话已经讲出去了，只有什么办法？拖，虚张声势在那里搞。那伊朗也很清楚啊，你科威特不是有 LCU 就登陆艇啊，你就在海边啊，6条我全部给你炸掉，你看你拿什么东西登陆？所以伊朗打这个阿联酋打得很狠，打以色列更狠。他怎么打？每7个小时给你轰炸一次，这是打心战了。老百姓说，7个钟头到了，我是不是要进防空洞？啊，你还能做什么正事啊？你按照公司朝9晚5上班吗？不是，你按照伊朗每7个钟头，你要去躲警报。新闻画面他们都一直在躲防空，一直在躲防空洞。以色列的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国土面积太小，人口集中，所以伊朗现在打起来战果就很丰硕了。你当年怎么去炸加沙走廊的？我现在就怎么炸你。以色列靠的是什么？高科技、经贸作业赚钱的。你想想，他现在还能上班吗？他还有什么交通吗？他的飞机场都被炸了，进出都有问题了。所以这个状况，我现在最尴尬的不是以色列，不是伊朗，最尴尬是美国。我看你怎么样下这盘残棋，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看这个以色列的相关媒体的报道，那个画面很有意思，就是警报开始响起，然后空中还有飞弹的画面，然后可是他们走得很慢，上班族就慢慢走去地下室要去避难，这已经是他们生活的日常。严老师，川普不讲武德也不是第一次了哦。那先前是谈判的时候开打的，我们边在谈判边把人家全部给歼灭了。那这次也是说我们暂停攻击核能设施，我们这个你要考虑一下我的条件哦，暂停攻击能源设施，然后隔天就打了，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川普啊。我觉得就是有点像这个，有些父母亲管教孩子啊。如果你说跟孩子讲数到3啊，川普呢，你才数到2就打了我，他就会偷打。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他快要数到2，你不理他的时候，他2.5、2.8啊、2.9、2.91、2.92啊、2.9995啊，就是他就是不敢念出3，因为他怕你就是不理他嘛，就一路念下去。我觉得是川普大概就是现在面临的这个状况。那这个整个战争的发展，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说，美国是北约的成员，结果北约国家都不愿意帮助他，因为你是侵略，所以没有什么集体防御的这个问题。那伊朗呢，事实上只有跟俄罗斯或者跟这个中国有所谓的这个全面性战略伙伴，但这个伙伴是不帮忙的，打仗的时候不帮忙的，所以伊朗看起来应该是最孤单的。可是他的志愿者联盟还蛮多的哦，都不是正式的国家，包括我们今天前面看的胡塞组织，对不对？包括这个真主党啊，在黎巴嫩，然后也包括在伊拉克境内的这个我们讲说民兵团啊，这个特别是所谓的什叶派的民兵团，还有叙利亚境内也有民兵团在支持这个伊朗，所以你看起来就是。讲起来好像伊朗应该是最孤单的，可是他今天他放出他的小弟出来打的时候，你也很受不了。你看一下胡塞现在组织，好像沉寂了一下，他现在要出来帮忙了。那做一个回应，我觉得对以色列或者对红海啊，你说你去一边把这个荷姆兹海峡封锁了，那你这边应该还有一条另外一个选择嘛？结果现在胡塞组织让你两边都不方便，那大家算了，干脆走。好望角走南非绕一大圈，可能是最安全的。所以看起来伊朗的这个布局，就是说他的小弟他的同情他的支持者，他的志愿联盟我们讲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因为这是小布希总统发明的嘛。小布希总统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哇，北约成员国全部挺他，他打得很开心。结果呢，到了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他喊了一下，这个大概就只有英国啦、加拿大啦、澳洲啊愿意帮忙啊，英国跟澳洲帮忙最多了，还有波兰，其他国家法国、德国都说，你这个出兵攻打又不是被侵略，没有理由，所以他就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志愿者联盟。那现在川普也喊了一个志愿者联盟，没想到更孤单啊，就是都是口头一些，好像说了一些好话，没有人连出兵都没有。像上次至少还有英国还有澳洲会愿意出兵。波兰愿意出兵，你这次连一个国家都不愿意出兵，所以看起来伊朗反而叫得动他的小弟，那美国连盟友都叫不动，为什么？就是你出兵的正当性没有嘛。川普的志得意满说，我们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啦。那现在开出来的是5月中，因为他要去访中，所以5月中有希望结束吗？这15点协议他一直讲，我们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了，我们马上快要成功了。可看起来是不是越来越不乐观呢？对啊，主持人刚刚讲到说他武德，这个人有德吗？这个有法吗？国际法他什么都不遵，无法无德嘛。好，那你讲说他的确是一直讲了，哎呀，我们快打完了，我们就打赢了，一直不断的打赢，讲他打赢了什么？他真正的目标，他最开始谈的4个条件里面，前3个非常清楚：核能力封锁，第2个导弹不要再做强导弹，第3个不要再支持你的所谓的代理人，就是前面我们刚讲的这些。好，那现在你发觉你刚刚讲他真的是狂妄自信，但要有真实力啊。我们现在发觉，他制造业空洞化之后，他外强中干，所有不管是航空母舰去了，飞机去了，不是被打掉，就是甚至出了问题还回去维修。好，不管你哪一艘去，他交兵就可能会必败，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好，他也不断的说他要跟对方和谈了，谈了半天，多少次和谈？不管从4个条件、6个程度到15点，和谈了吗？这是一个大问题啊！重点来，为什么呢？谈不了呢？因为他们要的完全不一样，极端嘛。一个伊朗他要他生存命脉，你要打掉我所有未来的生存命脉。美国他要防掉他的未来的威胁，你的这个将来的军事所有的这个范围的威胁。你觉得这2个刚好相反？你威胁要拿掉，就是要对方不能再核武力，不能再导弹，要不然出现另外一个北韩。结果这不就是挡到人生存命脉？因此就不要谈和谈了。当一和谈到最后，伊朗那个川普为什么没这个无序粗暴呢？他谈到最后都会发现对方就是不愿意退步，这个实在我太意外，我就打死你，我就偷袭就打了。这是我所看到的。第2，讲盟友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有趣啊。我们知道这个东方有讲，谁有事他就有事。现在那边是兄弟有事，我们弟兄就有事。弟兄有事，兄弟就有事。你要知道，虽然这个加沙的问题啊，巴勒斯坦哈马斯被攻击很惨，没有错，那过去了。其实伊朗当时看在眼里。现在呢，你要知道，也门的胡塞组织、黎巴嫩真主党都同出一辙啦。这就是他为什么说这个伊朗你不能支持他们，其实他们就是兄弟之邦。从某个角度是这样，他们背后的信仰是一样的。所以呢，他们是兄弟联盟。当你打到我们这边，我们也应该适时反击了。这是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意外是，川普意外的想要他自己都意外，自己不行了，要找盟友帮忙。除了中东，你要保护人家的卡达或各地方给他们军事防备设施，却被人家突破之后，你还叫人家反击，人家怎么反击？人家是要你来保护我的。他发觉不对，找北约的各国啊，英国、法国，甚至内姆到中国啊，都说赫姆海峡你要去解救一下，叫吧，好不好？结果你会发现没有国家也理他，但是要回应他，因为他是霸主。我现在要讲的是，有一个最严重是土耳其，其实有被打，他的军基地。但土耳其是北约国家之一，他为什么没有去引导北约就真的打回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看得很清楚，这一次的战争谁粗暴谁无序，谁是自卫谁有序。而到底从人道也好，或者从真正战争的这个起始点，谁点了这把火，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因此，国际间稍有道德，稍有法。回到讲说，有法有的人可能就会知道该怎么去做，而最后交兵可能就必败。